我当时的意思是，我很感谢你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但如果这件事情值得你这么费尽心思对付我的话，那你不用费力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暂时关掉 CC， 也会答应 Alex 的请求，但这只在我们的合约有效期内。等合约期一到，你做你的隐私尘，我做我的顾西西，我们就再也不要有任何关系了。谢谢。你打开看一眼。我赔不起。Alex 到了，我们过去吗？你。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？你这段时间一直忙着开店的事，应该都没有好好吃饭。犒劳你的，宵夜。为什么还要特意准备烛光晚餐？这么多话，快吃。不敢。你该不会是要我喂你吧？不用，我自己吃。开店的事忙得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开业？下周3。下周3？怎么了？能不能把你开业的时间往后推一推？我们合约里好像没有写不让我开店吧？是，合约是没有写，但是你能不能演一演？我可不可以问一问原因啊？我最近碰到了点麻烦事，我需要解决一下，需要点时间。等我解决完这些事情，你开店的事我会帮你完成。哎呀，但是我的店址都已经选好了，而且定金都已经交了。我知道，你选在柳荫街48号，这个地段不好。虽然人流量很大，但是那片人群的消费能力不高。还有你选的代工厂，那家工厂是做床单起家的，对高端服饰没有什么经验。你放心，你所有的租金、定金，全部都算在我身上。你不希望我开店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不希望，我只是不希望是现在。不是都一样吗？有区别。你开店我是支持的，但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。我明白了，你做出了你的选择。什么意思？为了 Bingo Enjoy， 你决定放弃我的梦想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这件事了？我不小心看到。可是现在你已经擅自替我做了决定，为什么要瞒住我？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不该由你来承担，所以当我知道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打算告诉你。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处理完，只是需要点时间，顾西西。请你相信我。谢谢你的烛光晚餐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会保住我的店。西西。
这个地方一定要定位准，还有这边的褶皱处理一定要细腻。行，没问题。稍等一下。喂，小雅，怎么了？什么？房东反悔了？房东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就突然反悔了呢？有人出了更高的价格。不是，但我那个房子我都装修好了，而且我第1个月的钱已经付了，定金都交了。要不这样，对方出多少，我也考虑价钱。对方啊是外贸集团，财大气粗，你抢不过。外贸集团？不可能吧？小姑娘，这儿还有些店面，你再看看吧。真的不好意思啊。行。喂，学长。你怎么了？声音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啊。我这边遇到了一个小问题，我选的那个店铺的房东突然就反悔了。但是我都已经装修好了，而且我订的家具明天就送到了。我必须得在今天之内找到一个合适的店铺。行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再去想想办法。这几家店面没有达到我的预期，还有其他的选择吗？这里有一些中介公司发来的最新资料，我筛选了一下，有3家比较合适。第1家位于繁华商业圈，建筑年代比较久远，基础设施也比较老旧。但是第2家的这个硬件条件不错，地理位置比较偏远，如果作为商用的话，可能会影响客流量。那第3家地理位置好，消费群体也适宜，但店面比较小。不过这个店面倒是离你们小区挺近的。好，去看看。好。喂，学长。喂，西西啊，我下午刚好来我一个朋友这儿，他有个店面有出租，要不要过来看看？是吗？行行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学长，学长，看来以后得叫你顾老板。多亏你帮我找的这家店铺，价格非常合适，位置也很好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些基本的装修，帮我省了不少麻烦。你不用跟我客气，顺手介绍而已。还是要多谢学长。这是你的店，但是我也有投资，虽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还是得多亏你们公司的扶持计划，我的店才能顺利的开起来。所以，我可以让一点股份。不用，可是你要答应我，一定要把这家店经营好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它经营好。莫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该走了，一会儿有电话会议。我要先走了，记得，如果以后有问题，一定要找我帮忙啊。学长，拜拜。拜拜。上次让你做的品牌调研怎么样了？这个呢，就是时尚圈发布的新品牌的调研。我们一共调研了20个品牌，最后挑出来5个，其中呢有2个是国际的，还有3个是国内的，你可以看一下。Cici， 对，这个品牌呢一开始只是网店，最近开了实体店，还是和文业集团合作的，刚刚官宣了。而且还有个小道消息，顾西西是 Alex 钦点的主理人。Alex 钦点的主理人？对，我闺蜜是 Alex 的助理，她说这个消息千真万确。Alex 怎么会选择他？如果顾西西真的成了 Enjoy 的主理人的话，那 One More 的命运就真的是跟她息息相关了。你说这个女人真的是好厉害，她居然用这种手段紧紧的就攥住了尹思成。喂，花花，你还在社交网站工作吗？
我这有条消息，绝对可靠。快看一下微博。不是 ，Alex 清点顾西西的事情，除了你我之外，还有谁知道？这属于商业机密，在没有确定之前，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至于 Alex 那边，那店只有他跟他助理。难道是他？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事情？你自己做的，你不知道？我做什么了？外贸并购引赵颖遭信任危机，顾西西为原创品牌拒绝 Alex。好了，不要再念了。我说过我可以解决这件事情，你只要给我点时间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为了自己顺利开店，不惜放出这样的消息。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，我不像你那么卑鄙。我卑鄙？对，你确实可以用任何手段强迫我答应你想要的事情。拜你所赐，我已经换了新的电池。你说什么？新的电池？你不知道吗？因为你不希望我开店，所以你就用卑劣的手段去抢占我的店铺。这些我都已经知道，房东已经告诉我。不过现在这件事情不重要了 ，Alex 的事情与我无关，不是我做的。我也不愿意相信是你做的，但是除了你，我想不到别人。而且你是唯一的事件受益者。现在全世界都知道，才华横溢、又独立又有个性的设计师顾西西拒绝了 Alex，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。很抱歉，我没办法按照你的计划去过我的人生。虽然说我拒绝了 Alex， 但这种事情我不会做。现在是与你无关了，顾西西，你自由了。尹总让我来接你。知道了，小雅。我很快回来。刚刚西西离开的这个眼神，怎么这么像慷慨就义呢？李思辰，来了，坐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夫妻共进午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拿出来吧。然后再让他在不经意间打碎礼物，他就不得不听我的。这就是潘多拉魔盒吧？你打算让我怎么意外弄坏里面的东西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和飞扬打电话我都听到了。电话？只要我打开这个盒子，我的命运就会被你掌握了吧？我以为我们相处这段时间你会多少有一些改变，至少在面对我的时候，会有一些同理心和善良。但我是不是想错了？你一点都没有改变。你听我说，你误会我了。我是误会了。
我误会了你和我的关系，误会了你做的所有让我感动的事。这对于你来说也许不代表什么，都是你设计好的。那天晚上你一定没有听我讲完，选择了3个可供我们选择的替代品牌，并且也向他们表示了初步的收购意向。他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，所以即使 Alex 拒绝了我们也不会空手而归。可是这3个品牌即使加起来也……我知道这3个品牌加起来的营业额和影响力不足你 Joanne 的一半，但这只是初步计划。接下来的半年里，我会继续寻找合作的品牌，来弥补我们这一次的损失。我从一开始就猜到，你早就已经做好被拒绝的准备了。这只是下策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各位还是要做好长期备战的准备。加油！像流星划过，夜空点亮了，怎么舍得让一瞬间就此坠落？路蜿蜒曲折。哎，完了，怎么了？我丢错硬币了，应该找不到了。这硬币很贵重吗？这是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送我的纪念硬币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丢了就丢了吧，反正找不到。被你无时无刻牵动着，因为我是空白的，坚定不做作，只是想要给你全世界。为了这个游戏币，当初我在米兰可是差点被当成投硬币的自由。童话是真的，骄傲的眼泪是我心爱柔软的角落，一次牵引着，真的而执着，让你的梦更完整了，无坚不摧。你怎么在咳嗽啊？我有点不舒服。你是不是感冒了呀？小感冒，睡觉就好了。原本是想回来后给你一个惊喜，但想来想去，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。我可以和你一起坐摩天轮吗？化为满天星河，在我的夜空永不坠落。顾小姐，Alex 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还来打扰你。谢谢你还愿意见我。终于等到你了。我这次找您，想跟您道歉。之前确实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，想要拒绝您让我当主理人的提议，但这绝对不是对您或您的品牌有任何的意见，只是我个人职业规划的一些取舍。我不是强人所难的人，你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我不会强求。你不用道歉。但我不想让您误会，也不想让您误会到思辰。我没有误会你们，我信任的是你的才华跟你的创造力。既然你不同意，我只能拒绝尹先生。我相信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了。这件事情我大概猜到了，我知道我现在这么说可能会非常不恰当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试一试，因为我先生，因为尹思辰，他真的在您和您的品牌上面耗费了特别多心血，您对他非常的重要。
所以如果说您拒绝他是因为我的话，那我现在可以答应您，只要您愿意，我可以为您的品牌效力。你这么说我很意外。顾小姐是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？因为我突然发现，思辰一直在默默地为我付出，所以我也不应该只考虑自己，我也应该多为他考虑考虑。所以，您能接受我的道歉，重新考虑思辰的提议吗？如果我答应你的话，你先生会怪我的。他不是应该高兴才对吗？我去过你的店，尹先生带我去的，很不错。虽然只是一家小小的门脸，但它的陈列、它的摆设，有很巧妙的设计和巧思。他跟我说，无论我的决定是什么，他都会尊重你的想法。他带我去你的店，就是想让我理解你，尊重你的梦想。你现在就跟我以前一样，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期许。我现在甚至觉得，之前的我在做着一件剥夺别人梦想的事情。他竟然是这么跟你说的吗？你跟尹先生，我都没有看错。你们是愿意为对方付出的人。这么说，我是可以理解成，您答应了我的提议吗？不是答应你，是答应他。我会尊重你的梦想，同时我也会接受他的提案。谢谢你。